每年年底，當全世界還在為新年的煙火忙碌的時候，有一本刊物會悄悄登場，封面上塞滿了密密麻麻的符號：火箭、針筒、衛星、坦克、戰艦，一隻從生日蛋糕裡伸出來卻被銬住的藍色拳頭，一柄敲裂了底座的法錘，還有一名孤零零的足球員，正一腳把整顆地球踢離軌道。全球的政商精英拿到這張圖以後，幾乎是逐格放大，反覆推敲，生怕漏掉了任何一個細節。問題來了，全世界這麼多雜誌封面，為什麼偏偏是這一張能讓那些坐在權力頂端的人如此緊張？而他畫出來的那3個最危險的月份，又為什麼會讓嚴肅的戰略分析師和神秘的占星預言家難得地站到了同一邊？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這本雜誌叫做《經濟學人》，它創刊於1847年，將近2個世紀以來，它的讀者從來就不是一般大眾，而是各國的總統、首相、央行行長，以及那些掌握着數千億資金的億萬富豪。它每年年底都會推出一期特別號，名字就叫《前方的世界》。在裡面，記者與分析師會仔細爬梳接下來這一年最值得關注的政治、經濟與科技趨勢。可是最讓人着迷的，往往不是那一頁的文章，而是那張封面。這些封面從來不是隨手拼貼的裝飾，每一個符號的位置，每一處色彩的安排，都像是被精心計算過的。紅色代表警報與動盪，藍色代表秩序與權威。圓形把所有的危機都圈在一起，暗示着沒有任何一場災難能夠真正的孤立存在。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本雜誌和真正能夠呼風喚雨的那一小群人關係非比尋常。舉個例子，《經濟學人》現任的總編輯就曾經出席過2025年的比爾德伯格會議。對於不熟悉的朋友，我們稍微解釋一下，比爾德伯格會議是一場每年舉辦卻完全不對外公開的閉門聚會，全球的政治領袖、產業巨頭和頂尖學者齊聚一堂，關起門來私下討論未來幾年的世界要往哪裡走。會議不留記錄，與會者也不對外透露談了什麼。換句話說，這群人不只是在預測未來，他們很可能本身就是在書寫未來。當這樣一群人偏愛的刊物每年年底都用一張封面悄悄告訴你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你說我們能不認真看嗎？而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是這本雜誌過去的命中率。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到2017年那一期的封面，當時上面畫了一排塔羅牌，其中一張牌上是一群身穿黃色背心的人在街頭聚集。在那個時候，這個畫面顯得既抽象又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有點俏皮。可是誰能想到，僅僅1年多以後，到了2018年，法國就爆發了数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社會動盪，上街抗議的人們身上穿的正是黃色背心。是巧合嗎？也許吧，可是這樣的巧合實在多得有點不尋常。早在2012年，這本雜誌的一張封面上就畫了一個魔鬼，手裡還拿着一本《經濟學人》，仿佛在暗示這個世界的種種亂象背後都有人在操盤。再往前看，這本雜誌曾經多次在封面上提前點出全球流行病的風險，提前點出机器人與人工智慧將如何重塑就業市場，提前點出大國對抗的全面回歸。一次两次，我們可以說是運氣，可是次數多了，一種說法就在質疑者之間悄悄流傳開來，那就是這本雜誌或許並不只是在觀察權力，它根本就在用權力的母語說話，甚至直接參與了議程的設定。當然，我們也必須誠實地說，另一派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這一切其實沒那麼玄。第一，這些編輯本來就是研究長期趨勢的頂尖專家，看得比常人遠，一點都不奇怪。第二，氣候變遷、科技革命這一類巨大的轉變本來就是緩慢發生的，封面只不過是把早就存在的苗頭提前畫了出来。第三，這是人類記憶的偏誤，我們會牢牢記住那些說中的預言，卻自動忘掉那些落空的。事實上，這本雜誌過去也預測錯過很多次，只是沒有人會去翻舊賬。第四，符號這種東西本身就是模糊的，等事情真的發生了以後，你总能回過頭找到一個對得上的解釋。就連這本雜誌自己的編輯都出面解釋過，封面上那些畫面講的不過是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並沒有什麼神秘的預言。所以
這張封面到底是未卜先知的預言，是水到渠成的趨勢觀察，還是一場精心安排的權力布局？2種乃至3種說法擺在眼前，你比較相信哪一種？無論你站在哪一邊，我們都得先把這張2026年的封面從頭到尾看個明白，因為魔鬼往往就藏在細節裡。而說來也巧，把2026年標記為一個關鍵轉折點的，遠遠不止這一本雜誌。近年來，許多嚴肅的智庫報告與形形色色的預言推算，竟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這同一年。原因其實不難理解，這一年，美國迎來建國250周年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里程碑，世界杯史上頭一回由3個國家聯合主辦，冬季奧運也在同年熱鬧登場，而人工智慧的浪潮更是在這一年衝向了一個誰也說不準後果的臨界點。當這麼多重大的事件全部擠在同一個年份的時候，2026年自然就成了各種預測與想象的交匯點。有人從占星的角度算出這一年有幾個特別兇險的時間窗口，有人從經濟的周期推斷這一年可能迎來一場遲來的清算，也有人單純從歷史的規律提醒我們大變局，往往就發生在這樣盛极而衰的關口。當理性的分析與神秘的直覺難得地指向同一個方向時，我們或許真該打起12分的精神。可是換個角度想，這本雜誌的封面之所以年年讓人津津樂道，恰恰是因為它的符號夠多、夠雜，也夠模糊，多到無論這一年到底發生什麼，你幾乎總能在裡面找到一個事後看來分毫不差的對應。這究竟是它的先見之明，還是我們的一廂情願？這個問題恐怕只有等時間揭曉。但無論如何，當這麼多雙眼睛都死死盯着同一個年份的時候，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掉以輕心。讓我們從最顯眼的地方開始，整個世界這一次被畫成了一顆足球。這當然是在呼應2026年的世界杯，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3國共同主辦，比賽就在這個夏天熱火朝天地進行着。但在象徵的層面上，把地球畫成一顆球，還藏着另一層意思，那就是整個世界都是一座舞台。在這座舞台上，各式各樣的道具與角色輪番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大戲，而且這些戲碼絕大多數都不太美好，甚至可以說是相當不祥。更別說足球場本身在今天也早已不只是單純的運動了，它同時是一個全球規模的監控試驗場，數以億計的觀眾，他們的臉孔、行蹤與情緒都成了可以被記錄與分析的數據。運動本該是政治的避風港，可是在這張封面的暗示裡，運動本身就是政治，主辦權的爭奪、球迷的待遇都可能變成外交角力的籌碼。一場本該屬於純粹歡慶的盛會，為什麼會被放在這樣一個充滿張力的位置上？事實上，把這場全球矚目的體育盛事看成一個巨大的試驗場，一點都不誇張。當數以億計的球迷湧入一座座場館的時候，他們的人臉會被攝影機一一掃描，他們的位置會被定位系統一一記錄，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的每一次歡呼與抱怨，也都成了可以被分析的數據。換句話說，這場世界杯同時也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生物辨識與行為監控的演練。今天這些技術的名義是為了安全，是為了防範恐怖攻擊。可是當這套系統一旦建立起來，它會不会在賽事結束之後繼續默默地運轉下去，把監控的觸角悄悄延伸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這正是封面想要提醒我們的一個溫水煮青蛙般的隱憂。更別說，就在同一年，冬季奧運也將盛大舉行，又是一場萬眾矚目的全球聚會。當這個世界越來越習慣於把一切都攤在鏡頭底下，把每一個人都变成一串可以被追蹤的數據，所謂的隱私是不是正在悄悄地成為一個過時的詞彙？這顆被畫成足球的地球承載的早已不只是運動的激情，更是一整套關於監控、數據與權力的全新遊戲規則。順着這顆足球往中心看，我們會看到一塊巨大的蛋糕，上面寫着250這個數字。這指的是美國即將在7月4日迎來的建國250周年。按理說，這應該是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可是這場慶祝在封面上卻顯得異常空洞。
蛋糕周圍飄着紅色的氣球，而紅色在這張封面的語言裡從來都不是喜慶，而是警報，是不安，是危機。熟悉冷戰歷史的朋友可能會立刻聯想到那首著名的德國老歌《99顆紅氣球》，講的正是一些再無辜不過的氣球被防空系統誤判成來襲的飛彈，最後竟引發了一場毀滅性的軍事恐慌。當這樣的紅氣球飄在生日蛋糕旁邊，他想說的或許是，再盛大的慶典也擋不住底下湧動的軍事與政治暗流。而這本雜誌也預言，美國人在這一年將會聽到關於自己國家天差地遠的兩種說法。我們究竟是在慶祝，還是在不安之中強顏歡笑？我們不妨在這塊蛋糕前多停留一會兒。250這個數字對美國來說其實別有一番沉重的分量。回顧漫長的歷史，許多龐大的帝國與共和國往往都會在類似的年歲迎來一次最嚴峻的考驗，仿佛走到了某個盛極而衰的轉折點。而美國這250年恰恰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國內的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連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人們都吵得不可開交，一邊高舉着建國的榮光，另一邊則執着於那些尚未癒合的傷口。對外，他一邊要應付來自東方那個崛起強權的步步進逼，一邊又在重新思考自己究竟還要不要繼續扮演那個獨立撐起整個世界秩序的角色。有戰略報告甚至直言不諱地寫道，那個由美國一肩扛起全球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當一個維繫了數十年的舊秩序開始鬆動，而新的秩序卻還遲遲沒有成型，整個世界都會跟着一起搖晃。所以這塊寫着250的蛋糕，與其說是在慶生，不如說它更像是在為一個時代的落幕悄悄地吹熄蠟燭。而那只從蛋糕裡掙扎着伸出來卻被牢牢銬住的拳頭，正是這份焦慮最赤裸的寫照。而蛋糕上方那個細節才是整張封面最讓人坐立難安的地方，也是我們今天標題的核心。從蛋糕裡伸出了一只緊握的藍色拳頭，可是這只拳頭的手腕上竟然扣着一副手銬，被一条锁链死死地拽住。一只高舉的拳头在全世界的語言裡都是抗議，是反抗，是民眾揭竿而起的象徵。如今它卻被牢牢銬住，這幅畫面拼在一起，分明就是一場被強力镇壓的起義。為什麼偏偏是藍色？因為藍色正是美國國旗的底色。許多解讀者認為，這暗示着在建國250周年的歡慶聲中，美國社會內部可能會有抗爭與示威，被當局強硬地壓制下去。更深一層看，這也呼應着一場正在撕裂美國的敘事內戰。一邊是強調建國理想與民族自豪的1776年敘事，另一邊則是強調這個國家尚未完成的工程，必須直面歷史與不平等的1619年敘事。兩種敘事各說各話，互不相讓，而人工智慧正在成為這場內戰裡最可怕的擴音器。深偽的影片、合成的政治人物發言、憑空捏造的抗議畫面，都可能讓真相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研究者甚至警告，敌对的勢力可能會用人工智慧大量生產這些假訊息，進一步放大社會的裂痕。當我們連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都不敢輕易相信的時候，這個社會還能靠什麼來維繫？被銬住的拳頭下方是一柄敲裂了底座的法錘，法錘代表的是司法與正義，如今它卻自己裂開了。這分明是在暗示司法體系正在崩壞，或者正在被某種力量腐蚀。到底会是誰將要承受這份不公？又會是誰將被這套搖搖欲墜的體系送上審判台？再把視線往封面的外緣移動，我們會看到密密麻麻的飛彈正在升空，旁邊還圍繞着坦克與戰艦。這是一個關於戰爭的強烈警告。但有意思的是，這本雜誌並沒有預言某一場毀天滅地的世界大戰，它暗示的反而是一種更隱晦、更折磨人的狀態。烏克蘭的戰火尚未平息，中東的局勢依舊緊繃，歐洲不斷加碼軍費，台海依然是全球公認的火藥庫。可是沒有任何一場戰爭單獨主導全局，取而代之的是網絡攻擊，是代理人衝突，是經濟破壞，是政治顛覆。和平沒有被打破，
它只是被悄悄替換成了一種被刻意管理的長期動盪。有分析甚至預言，下一場大危機恐怕不會以一紙宣戰書開場，而更可能是北海海底一條被切斷的電纜，是對台灣突如其來的一次封鎖式檢疫，又或者是債券市場一場無聲無息的違約。在這樣的世界裡，飛彈隨時可能升空，而核武競賽的陰影也再一次悄悄籠罩在我們頭頂。說到核武，這其實是封面上那些飛彈藏得最深的一層恐懼。過去幾十年，大國之間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軍備控制協議，如今正一個接一個的失效。那道曾經約束着核武競賽的閘門正在悄悄鬆動，而那一顆顆飄在蛋糕旁的紅氣球，講的正是這份恐懼最荒謬也最真實的一面。當年那首老歌想說的是，在一個高度緊繃的世界裡，哪怕只是幾顆再無辜不過的氣球，都可能被緊張的防空系統誤判成致命的來襲，最終引爆一場誰都不願見到的災難。換句話說，真正可怕的往往不是某一方蓄意挑起的大戰，而是在层层誤判、层層猜忌之中，一個微小的火花意外地點燃了整片火藥庫。在2026年这樣一個處處繃緊神經的年份，這種擦槍走火的風險恐怕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更高。把鏡頭再拉近一點，封面上布滿了無人機與衛星，它們營造出一種無所不在的監視感。到了2026年，監控不再是什麼特殊狀態，而是文明日常的一層底色。我們的每一次移動、每一筆消費、每一句話都可能被記錄下來。與此同時，太空也不再是中立的淨土，而是一個充滿較量的數位戰場。衛星既是導航，也是武器。而在蛋糕的下方，藏着一個更詭異的畫面，那是一顆人類的大腦，連接着一個電玩遊戲的手把。換句話說，這顆大腦正在被操控。這既可以指某種能在生物層面直接影響大腦的科技，也可以指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對大眾的集體心智進行編程。當虛擬的環境越來越能左右我們的情緒、信念與消費習慣的時候，注意力就成了這顆星球上最值錢的商品。而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也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一塊被反覆爭夺的地缘政治版圖。下一個戰場或許根本就不在外面，而在我們自己的腦海之中。封面上還散落着大量的針筒、藥丸與注射筆，這指向了一場正在發生的醫療革命。新一代的減重藥物正變得越來越便宜，越來越普及，也越来越被視為理所當然。這本雜誌甚至用了一個很傳神的說法：奧運會沒幾個人能參加，可是減重藥的遊戲人人都能下場。這場革命改變的不只是肥胖的治療，還包括人們的飲食模式、保險的風險模型，乃至整體的勞動生產力。健康正在從被動的治療轉向持續的預測與監測，而醫藥產業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也將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這個夏天，一場容許運動員使用各種增強藥物的所謂強化運動會即將在拉斯維加斯登場，而那些藥物許多都是由人工智慧設計出來的。在這些藥物與針筒旁邊是一群人工智慧機器人，其中還有一隻大名鼎鼎的機器狗。它們傳遞的訊息再清楚不過，自動化正在抵達一個不可逆轉的臨界點。從生產線到安防系統，機器替代人力的浪潮已經勢不可擋。關於這股自動化的浪潮，我們其實還可以再想得更深一層。封面上那一群機器人與那隻機器狗傳遞的不只是科技的炫目，更是一個冷峻的警告，那就是並不是每一種職業、每一種行業都能夠在這場巨變之中安然存活。那些高度依賴重複勞動的工作，那些還停留在純手工、純人力階段的生產方式，很可能會在這波浪潮裡被迅速的淘汰。有人把這個過程形容為一場數位時代的大篩選，只有那些懂得擁抱科技、願意主動轉型的個人與組織，才能夠在新的時代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這聽起來或許有些殘酷，可是它正在我們身邊真實的發生。對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來說，這意味着在這個被人工智慧重新洗牌的年代，光是埋頭苦幹恐怕已經遠遠不夠了。我們還得時時抬起頭，看清楚浪潮的方向，不斷的學習，不断的調整。封面上那名站在漩渦之外依然奮力一踢的足球員，
或許正是在告訴我們，再強大的演算法，再聰明的機器，也無法完全取代人類那份主動出擊、靈光一閃的能力。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在被淘汰之前，先一步把自己準備好。封面的角落還有2個容易被忽略卻意味深長的小角色，一個是站在足球員旁邊的跑者，他和那些藥物與針筒遙相呼應，暗示着在這個新時代，健康與體能的競賽將會變得無休無止，每個人都被推着去追求更強的身體、更長的壽命。另一個是一名正在投下抗議票的選民，他代表的是民粹主義的高漲，以及人們对既有政治體制那份越來越深的不信任。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傳統的政党與制度，轉而把選票當成一種憤怒的武器，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版圖都可能被重新洗牌。除此之外，封面上那些纏繞糾結的線路也別有深意，它們提醒着我們，支撐起人工智慧的並不是憑空的魔法，而是天文數字般的電力消耗與龐大到驚人的基礎建設。當資料中心一季比一季更耗電的時候，這個世界恐怕又要被迫在能源與氣候之間做出痛苦的取捨。如果你以為这張封面已經夠複雜了，那還沒完。在這一堆現代符號之間，居然還畫着一艘古老的帆船，船頭上甚至有一隻眼睛。這個畫面顯得格格不入，它把我們的思緒引向了歷史的類比與某種儀式般的暗示。許多解讀者認為，這只在船頭注視着前方的眼睛，象徵着一隻看不見的手，一股在幕後悄悄掌舵着世界的隱形力量。與這艘古船相互呼應的是一艘現代的貨櫃輪。可是這艘貨輪有個驚人的反轉，它的貨櫃堆裡竟然射出了一道紅色的火光，桅杆上還掛着一面宛如海盜旗的黑旗。這暗示着什麼？暗示着在看似平常的貿易往來之中，藏着背叛與衝突。全球將近90%的貨物都靠海運，當運輸的航道本身都可能變成戰場的時候，整個世界的經濟命脈都將懸於一線。而封面角落那幾塊正在融化的冰塊則指向了气候議題。只是在某些更為犬儒的解讀裡，氣候這根槓桿往往會在當權者需要推動某些不受歡迎的政策時，被適時地拿出來使用。封面上還有一條觸目驚心的紅色曲線，正在急速下墜，旁邊散落着一枚枚硬幣。這本雜誌的警告很直白，富裕國家正在入不敷出。為了應對疫情、戰爭和產業政策，7大工業國的政府已經背上了龐大的赤字，而如今在人工智慧上動輒以兆計算的瘋狂投資更是雪上加霜。到了2026年，這筆賬可能就要結算了。所謂的債券衛士，也就是那些用拋售政府債券來抗議財政失序的投資者，恐怕又要重出江湖。萬一人工智慧最終沒能兌現它所承諾的生產力，那些天文數字般的投資隨時可能蒸發，引爆一場堪比當年網絡泡沫的科技崩盤。把這些符號全部加在一起，這本雜誌想說的其實是一句很沉重的話，那就是到了2026年，全世界將會進入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戰爭牽動能源，能源重塑金融，金融驅動醫療，醫療餵養數據，數據又推動人工智慧，而人工智慧最終再次點燃戰爭。一切環環相扣，沒有任何一個危機能夠真正的被單獨解決。而在這個環環相扣的系統裡，那條急速下墜的紅色曲線可能正是最先被點燃的引信。過去這幾年，全球的科技巨頭為了搶佔人工智慧的高地，砸下了數以兆計的資金去蓋資料中心，去搶晶片，去囤積電力。問題是，這麼龐大的投資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換來相對應的回報？許多投資者已經開始焦慮，萬一人工智慧帶來的生產力提升遠遠不如預期，那麼這場史無前例的豪賭隨時可能變成一個正在膨脹的巨大泡沫。而泡沫的特性就是它總有破掉的一天。一旦資金開始撤離，這場崩盤的規模可能不亞於當年的網絡泡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更麻煩的是，許多政府本身早已債台高築，那些被稱為債券衛士的投資者，只要嗅到一絲財政失控的氣味，就會大舉拋售政府的債券，把利率一口氣推高，讓整個經濟雪上加霜。
當科技泡沫與政府債務這兩顆未爆彈同時擺在2026年的桌上，我們真的能夠假裝看不見嗎？這也正是那幾枚散落在封面上的硬幣想要悄悄提醒我們的事。然而，在這一整片由武器、藥丸、監控與危機構成的漩渦之外，封面的最下方卻孤零零地站着那名足球員，他正抬起腳，對着整個世界踢出一記勁射。在這個被預測演算法與自動化流程所主宰的時代，它代表的是人類那份依然不肯交出去的能動性。足球和全球市场一樣，是一個由規則、隨機與群體行為共同構成的系統。可是，一記時機恰到好處的射門就足以改寫整場比賽。這名足球員的姿態仿佛在提醒我們，哪怕世界再怎麼瘋狂，個人的創造、直覺與選擇依然舉足輕重。在一片冰冷的機器與危機之中，他是唯一一個還保有溫度的人。好，當我們把這張封面從頭到尾解讀完一遍，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就浮現了出来。如果我們把封面上這些主題疊加到接下來這半年的地缘政治形勢歷上，你會驚訝地發現，有3個月份整個亮成了刺眼的紅色，它們分別是8月、9月，還有11月。為什麼偏偏是這3個月？因為無論是嚴肅的戰略分析師，還是神秘的占星與預言圈，竟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同樣的這幾個時間窗口。這種跨越理性與神秘的詭異重合，本身就值得我們高度警惕。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先說8月，這個月份很微妙，它正好夾在世界杯的落幕與建國250周年的餘溫之間，是一段情緒高漲又格外脆弱的時期。在占星的視角裡，這段時間被標記出多個敏感的窗口，有人警告地震活動的風險正在升高，有人則指出土星逆行將為各國的同盟關係帶來壓力，讓本就脆弱的盟約更添裂痕。還有人說，火星的位置預示着空中的緊張與邊緣博弈。而在現實的地緣政治裡，8月往往就是一個格外危險的月份。歷史上多少場大戰都是在盛夏時節，趁着各國領導人放鬆警惕的時候悄然引爆。一個正在衰落又被逼到牆角的強權，反而比一個正在崛起的強權更加危險，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对這樣的政權來說，當常規的軍事籌碼一張一張的耗盡，鋌而走險的混合戰反而可能成為他唯一還握得住的工具。資訊戰、網絡破壞，還有反覆試探對手底線的危險動作，都可能在這個時候密集出現。那麼，當夏天的喧囂逐漸散去，這個被許多人視為最大危險的窗口，是否真的會被推開？再來是9月，這個月份在權力的棋盤上格外關鍵。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俄羅斯的國家杜馬選舉就排定在9月舉行。一般預期，這場選舉會穩穩地鞏固現有的權力結構。可是選舉這種東西，對某些高度個人化的威權體制來說，其實是一把雙面刃。重點從來不在於誰勝誰負，而在於投票能否順利執行，民眾是否願意接受結果。一旦這個過程出現任何裂痕，那就是體制不穩的明確信號。與此同時，台海正進入一段被刻意控制的緊張期。許多分析認為，從6月一路到11月都是風險偏高的階段。解放軍的快速升級，加上美國、日本與菲律賓海上協作的收緊，讓這片海域的每一次擦槍走火都格外令人揪心。空中軍機架次的暴增，咄咄逼人的防空識別區行動，針對台灣晶片產業的網絡攻擊，乃至海上的封鎖演練，每一項都牽動着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那根緊繃的神經。而在朝鮮半島，緊張也在悄悄累積。9月究竟會是體制進一步鞏固的月份，還是裂縫開始浮現的月份？關於台海這個窗口，身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恐怕格外有感。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分析都認為2026年的台海最可能出現的並不是一場全面開打的戰爭，而是一種被刻意控制的施壓。對岸很可能會不斷地去試探國際社會的底線，卻又小心翼翼地不真正越過那條最後的紅線。這套打法就藏在封面那種被刻意管理的動盪之中。
它可能是軍機架次一天比一天多，可能是防空識別區裡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動作，可能是針對我們晶片產業發動的網絡攻擊，也可能是一場名為演習，實則封鎖的海上行動。而最關鍵的是，台灣手中那一枚小小的晶片早已成為牽動全世界的命門。一旦這片海域風雲變色，受到衝擊的絕對不只是台海兩岸，而是從矽谷到歐洲，從汽車工廠到你我手中的手機，整整一條全球供應鏈。也正因為如此，台灣才會一次又一次出現在這些全球風險的預測名單之中，成為那個誰都不敢輕易碰觸，卻又誰都無法忽視的焦點。封面把整個世界畫成一顆隨時可能被踢飛的足球，而台灣或許就是那顆球上最敏感也最致命的一個落點。我們身在其中，更該冷靜，更該清醒。最後是11月，如果說前2個窗口還在世界的另一端，那麼這一個就直接打到了家門口。美國的期中選舉就在11月。還記得封面上那只被銬住的藍色拳頭嗎？被強力壓制的抗爭，撕裂社會的蓄勢內戰，這些主題很可能就在這個月迎來一次總爆發。萬一選舉結果出現爭議，社會的怒火與不信任恐怕就會以抗議的形式宣洩出來，而當局也可能祭出某種緊急措施來應對。這不正好對應上封面所暗示的那種被刻意管理的動盪嗎？與此同時，在亞洲，10月到11月也被一些分析點名為朝鮮半島的危險窗口，飛彈試射與各種挑釁都可能在這個時候升溫。3個窗口，3種不同的危機，可是他們指向的卻是同一種令人不安的氛圍，那就是一個舊秩序正在崩解，新秩序卻還沒有成型的危險空檔。而把這幾個窗口串聯起來的，還有一條看不見的暗線，那就是人工智慧。還記得封面上那顆被遊戲手把操控的大腦和那一群冰冷的機器人嗎？在這個選舉與動盪交織的年份，人工智慧很可能會扮演一個推波助瀾的危險角色。逼真到難辨真假的深偽影片，可以憑空捏造出某位政治人物從未說過的話；鋪天蓋地的合成貼文，可以在一夜之間點燃或者熄滅一場社會運動。敵對的勢力更可能躲在熒幕的背後，用海量的假訊息去刻意放大一個社會本就存在的裂痕。當我們連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東西都不再敢輕易相信的時候，所謂的真相就成了一件昂貴的奢侈品。這或許才是這個時代最深沉也最令人不安的危機。它不流血，不發出任何聲響，卻能在無聲無息之間一點一點地動搖一個社會賴以維繫的根基，那就是信任。當信任這座大壩出現裂縫，前面所說的那3個窗口，每一個都可能因此變得更加危險。而這3個窗口最讓人擔心的還不只是衝突本身，更是他們可能引爆的連鎖反應。試想一下，一旦台海的緊張急劇升溫，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將會立刻陷入混亂，資金會慌忙地逃向更安全的市場，航運的保險費用會應聲飆漲，日元的匯率也會劇烈震盪。一旦朝鮮半島出事，韓國的股市可能應聲重挫，整條電子產業鏈都會跟着顫抖。再加上紅海一帶，從年初到夏天，本就被預言是航運高風險的區域，一旦那裡的衝突惡化，全球的運費可能再次飆升，許多貨輪甚至得繞道好望角，徒增成本。換句話說，這3個窗口背後牽動的不只是地緣政治，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荷包，從油價到物價，到你我手中股票的漲跌，沒有人能夠真正置身事外。這或許才是這本雜誌把整個世界畫成一個環環相扣的漩渦，最想提醒我們的事。不過講到這裡，我們必須踩一下剎車，保持一份難得的清醒。這3個窗口是風險的提示，而不是命運的判決。世界經濟論壇在2026年的全球風險報告裡，確實把地緣經濟對抗以及國家間的武裝衝突列為當年最受關注的風險，許多機構也都对前景憂心忡忡。超過半數的受訪專家都預期未來2年的世界會是動盪甚至狂暴的。可是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的主流分析其實並不認為會有什麼世界末日般的大災難在這幾個月真的降臨。預測市場上的資金戰略智庫的判斷大多還是傾向於
亂歸亂，但不至於徹底失控。所以，當神秘的預言與嚴肅的分析竟然指向了同樣的時間窗口，這固然值得我們高度警覺，可是真正成熟的態度從來都不是恐慌，而是睜大眼睛，冷靜思考，看清楚這些信號背後到底是真實存在的趨勢，還是被反復放大的焦慮。畢竟人類一次又一次的證明，我們其實非常不擅長預測未來，再精密的推演也常常會錯過那些真正改寫世界的瞬間。說了這麼多，現在讓我們回到那個最勁爆的問題上，標題裡那個將被戴上手銬的獨裁者到底指的是誰？關於那只被銬住的拳頭，最大膽的一種解讀是，它不只代表被鎮壓的美國民眾，它還可能象徵着某個強人終於要面對一場遲來的審判。而一旦往這個方向去想，現實世界裡其實早就埋着一條清晰得驚人的線索。早在2023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就已經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出了一張逮捕令，罪名是非法擄掠並轉移烏克蘭的兒童。請注意，這是人類史上頭一遭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領導人被國際刑事法院公開通缉。換句話說，在國際法的層面上，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其實早就被銬上了一副無形的手銬。封面上那只被鎖鏈拽住的拳頭與這張逮捕令之間，難道只是一個美麗的巧合嗎？那麼這副手銬這幾年到底鎖住了什麼？答案是，它確實讓這位強人的出行變得綁手綁腳。早在2023年，他原本要去南非出席金磚峰會，最後卻只能派人代替自己前往。後來他造訪蒙古，又造訪塔吉克，這兩個國家明明都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按理有義務將他逮捕，最終卻都讓他平安離了境。為此，國際刑事法院還特地把塔吉克的不配合提交給了成員國大會處理，把這場較量從冷冰冰的法庭推向了更為政治化的角力。可是與此同時，這副手銬的另一面卻是處處可見的破洞。就在2025年8月，這位被通缉的強人居然大大方方地飛到了美國的阿拉斯加，和美國總統舉行了一場高峰會。因為美國本來就不是這個法院的成員，後來美國總統甚至還邀請他一起加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所謂和平委員會。不止如此，世界上另一位同樣被這個法院通缉的國家領導人，在2025年照樣大搖大擺地出訪，而接待他的那個國家乾脆宣布要退出這個法院。你看，所謂的國際正義，在真正的強權與利益面前，到底還剩下多少牙齒？而莫斯科那邊的反應更是異常強硬。在2025年12月，俄羅斯的法院乾脆反過來缺席判決了國際刑事法院的首席檢察官以及多位法官有罪，還把他們列為國際通缉的对象。你來我往之間，這副手銬究竟是越鎖越緊，還是早已名存實亡？聯合國的人權專家們紛紛站出來譴責這種做法，認為這是對國際司法獨立的公然踐踏，是一個害怕被追究責任的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深層不安。可是譴責歸譴責，這位強人依舊穩穩地坐在他的位子上，這場貓捉老鼠的遊戲到底還要上演多久？其實，把這只被銬住的拳頭放回到整張封面的脈絡裡，我們會發現，它真正叩問的是一個更宏大的主題，那就是在2026年，權力究竟還要不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這幾年，全世界的天平似乎都在自由與威權之間劇烈的搖擺，一邊是越來越多的強人靠着掌控資訊、操弄選舉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封面上那柄裂開的法錘，那一片被監控籠罩的天空，說的正是這件事。另一邊卻又始終有一股力量試圖把這些強人拉到正義的面前。那副手銬，那一张张通缉令，象徵的正是這份不肯輕易放棄的努力。這場拉鋸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真正置身事外，它既發生在遙遠的東歐，也發生在那些號稱民主燈塔的西方國家自己身上。所以那個將被戴上手銬的，究竟是某一個具體的獨裁者，還是這個放任權力肆意妄為的時代本身？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要等到這一年走完，我們才能慢慢看清。更值得玩味的是，有不少分析認為
2026年恰恰是這位強人最大危險的窗口期，他在戰場上遲遲無法達成關鍵目標。有估計指出，已經有超過30萬名士兵在這場戰爭中陣亡，傷亡的總人數更是高達上百萬。這是二戰以來任何一個大國都不曾承受過的慘重代價，而國內的經濟則被一種衰退、通膨與財政危機交織而成的困局死死纏住。雖然中東的一場衝突一度推高了油價，給了他一條短暫的喘息繩索，可是長期的結構性難題依舊無解。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打輸了的戰爭加上崩壞的經濟，往往就是政權更迭的前奏。俄羅斯的帝國在1917年崩溃，背後正是一場既不得人心又打不贏的世界大戰。蘇聯的瓦解也與長期停滯的經濟脫不了關係。有研究甚至指出，在那些輸掉戰爭的領導人當中，大約有30%最終都遭遇了暴力的政權更替。當一個獨裁者開始失敗，他也就為改變打開了一道缺口。那道缺口背後等着的，會不會就是一副真正的會發出咔嗒一聲的手銬？而且歷史也提醒我們，這種巨變往往來得猝不及防。就在不久之前，曾經有一支武裝勢力突然調轉槍口，朝着莫斯科一路挺進。那一刻，全世界都驚呆了，因為在事情發生之前，幾乎沒有人相信這會成真。這說明，再固若金湯的政權內部也可能藏着我們看不見的裂縫。更微妙的是，這位強人其實沒有指定任何接班人，因為對一個獨裁者來說，過早的確立繼承者等於是給對手一個聚集的中心，那太危險了。於是他只能在各個權力集團之間小心翼翼地維持平衡，靠着彼此的猜忌與牽制來保住自己的位子。可是這種平衡一旦哪一天失靈，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那道无形的手銬會不會有一天竟是從他自己的陣營內部悄悄扣上的？而這也正好把我們的話題又繞回了那3個危險的窗口。試想一下，一個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在國內被經濟與民怨層層包圍的強人，他最害怕的就是露出虛弱的破綻。可是越是虛弱，他就越可能鋌而走險，用一場對外的強硬行動來轉移內部的壓力，凝聚搖搖欲墜的人心。歷史上這樣的劇本我們已經看過太多次，而8月、9月與11月這幾個節點恰恰都落在一些格外敏感的時刻，有的緊鄰着重要的選舉，有的正值各方戒備鬆懈的盛夏，有的則撞上了對手內部的政治動盪。對一個被逼到牆角的政权來說，這些都可能是他眼中千載難逢的機會之窗。所以那只被銬住的拳頭與那3個亮紅的月份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的一體兩面。一個衰落強權的困獸之鬥，既可能讓他自己一步步走向那副真正的手銬，也可能在垂死掙扎的過程中把整個世界一起拖进更深的動盪。這才是這張封面藏在最深處的那一層警告。可是公平地說，我們同樣不能把話講死。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看，這位強人的地位其實穩如磐石。經過修憲，他在制度上完全可以一路執政到2036年，而眼下的這個任期也延續到2030年。他的核心圈子高度團結，又牢牢掌控着整個強力機關。預測市場上的大筆資金依然壓住他不會在短期內下台。許多研究強權政治的學者也提醒我們，當一個獨裁者面臨內外壓力的時候，最可能的結果往往不是垮台，而是更殘酷的鎮壓。歷史上最擅長利用所謂的陰謀與威脅來鞏固自身權力的鐵腕統治者，正是靠着一輪又一輪的清洗，讓身邊的人在恐懼中保持忠誠。而俄羅斯的歷史更顯示出一種頑固的規律，那就是權力的更替往往只是在更嚴酷與更溫和的統治之間來回擺盪，卻始終跳不出威權的框架。就算這位強人真的倒下了，接替他的也很可能是另一個強人。所以那副手銬到底會不會真正扣上，恐怕沒有人能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更何況那只被銬住的拳頭本身就刻意保持着一種模糊，它指的或許根本就不是某一個特定的人，而是整個世界在自由與威權之間那場永不停歇的拔河。而這場拔河的戰場其實也包括了西方世界自己。那麼
面對這樣一張寫滿了不安的封面，面對這3個亮紅的窗口，身為平凡人的我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其實答案或許比我們想象的要簡单。我們不必去当什么預言家，也不必整天活在恐懼之中。我們真正需要做的，第一是保持清醒，學會分辨哪些是真實的趨勢，哪些只是被刻意放大的恐慌，不被任何一方的敘事輕易地牽着鼻子走。第二是為可能到來的風浪做好一些樸實的準備，無論是手中的資產還是自身的能力，都讓自己多留一分餘裕，多備一條後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守住內心的那份從容。世界越是喧囂，我們就越要懂得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真正能夠掌握的事情上，照顧好身邊的人，過好眼前的每一天。畢竟再大的时代浪潮，最終也是由一个一个具體的人，一個一個平凡的日子所共同構成的。看清局勢，是為了讓我們不慌張，而不是為了讓我們更焦慮。這才是面對一個充滿變數的2026年最踏實也最有力量的姿態。聊到最後，我們或許會慢慢明白，這張封面真正的意義，也許並不在於它能不能精準地預言某一件具體的事，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無論你把它看成是預言，是趨勢，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權力布局，它所映照出來的都是那些早已潛伏在我們今天每一個決定、每一項發明、每一場衝突之中的力量。那些讓我們感到不安的符號，其實並不是憑空降臨的災難，而是我們此刻正在親手埋下的種子。還記得那名站在漩渦之外的足球員嗎？他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在一個被演算法步步進逼的時代，人類那記時機恰到好處的射門，依然有可能改寫整場比賽。8月、9月與11月這3個窗口，是提醒我們繫好安全帶的警報，而不是不容更改的最終判決。所以我們真正要做的，從來不是恐慌，而是看清，是思考，是在一片喧囂之中守住自己那一份難得的清醒。畢竟未來這本大書，從來都不是由哪一張封面寫定的，握着那支筆的，始終是我們自己。